这栋房子价值负10万，这是我们当初的婚房。你们不是经常都说想看一下吗？今天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这栋房子为什么价值负10万呢？这个房子当初全靠老妈一个人修起来的。来看一下1楼。1楼的话没有隔房间，就是一个大的空间，还有一个厕所。像办酒席啊，就可以在里面做饭，还可以安装桌子，客人在里面吃饭都是可以的。就是一个大的空间。我们去2楼看一下，2楼的话就是我们的婚房。我们这个房子占地面积是100个平方。家里面有一点乱，因为我们很少在家里面，基本上都是在山上的那个老房子里。你们都可能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个房子价值负10万？因为老妈当初没有钱，是边修房子边赚钱，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借的贷款，现在还欠着10万块钱的贷款，所以这个房子价值负10万。来看一下我们2楼。2楼的话，这里就是一个客厅，然后这些电器的话是我当初结婚的一些嫁妆，还有电视，这些都是。然后这里过来的话，这个是厕所。厕所的话不大，但是够上厕所和洗澡。然后这边过来就是厨房。之前我们经常在这里住的时候，厨房还是挺整洁的。现在我们很少在这里了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在这里放着，反正也很少用嘛。我们这个房间的规划的话是，3室1厅1厨1卫，2个卫生间。这里是一个我们自己把它做成更衣室，然后比较乱，因为不经常在里面，你们也不要嫌弃我们这个房间很乱啊。到时候我们也会收拾出来给一恒他们住，做成儿童房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当初是做成工作室的，因为我和李俊结婚还没有生宝宝的时候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就住不过来嘛，所以就把这里做成工作室，那边做成更衣室。到时候是一恒一宿住，这个也是一个儿童房，到时候他们喜欢哪个房间自己选。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主卧，于素妹妹还在这里睡觉，睡着的。妹妹，起床了。这个房间是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就结在这个里面的，可能你们看过我们的视频都知道。然后你们看到这是衣柜是吧？然后衣柜里面隐藏了一个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很小，只够上厕所，像洗澡的话都不够洗。看是不是很小？是一个隐藏的卫生间，人家来的话都以为是衣柜。我们去看一下3楼。这个这就是地基就走了10多万吧，地基就走动了。当初这个地基是买的，因为我们是乡镇人。然后来这里修一个，这里算是城中村吧。然后买的地基花了16万8买的。然后建这个房子的话，七七八八可能也花了10多万吧。然后3楼就是老妈和老爸他们一起住在这边。哎呀，这个门打不开。这就是3楼。刚开始没有讲到2楼，2楼的那些装修全是我和李俊自己装修的。然后3楼的话是之前老爸装修的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大客厅，就只有老爸和老妈2个人住。然后这些电器的话是他们以前就买的。然后它的格局的话也是跟2楼的格局是一样的，也是这里是一个卫生间，卫生间的空间都是一样大的。再来看一下这个厨房，这个厨房他们用的是这个小冰箱，因为我们那个是嫁妆嘛，所以冰箱比较大。这个厨房也是跟我们2楼的厨房是一模一样的。
然后这上面的房间也是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来吗？这个房间是老妈的房间，老妈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。这里面这些衣柜啊，还有这些全都是我们自己出钱，来弄的。老妈的话，相当于就出了买地基的钱，还有建这个框架的钱。我们还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是老爸的，老爸住的这个房间就比较大，你看，窗户最大，然后还有这个衣柜也最大。虽然他没有多少衣服，但是还要用大的衣柜。再来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卧室。这个卧室的话是用来做客房的，像有时候我娘家有人在这边来的话，就是住这个房间。这个房间也挺大的，只是这个床有一点小。还有这里面也有一个隐藏的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里面没有放洗衣机，所以看着是会比较大。其实它的空间跟我们2楼的空间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3楼，我们再去看一下4楼。4楼其实它不是一个一个层楼，只是我们后来自己加的。走，去看一下4楼。以前老妈她修的话就只修了3层。第4层以前是一个板面，后来我和李军又把它做成了房间，因为我们想的是孩子以后多了嘛，多了他们也需要住房间。虽然我们底下也有房间，但是我们就没有工作室了。这个房间是不是非常的亮堂？这个是一个大的客厅，我们当初设想的就是这里把它弄成办公桌，然后弄一个长长的办公桌，然后这里的话可以欣赏风景。看一下，大平层内。对，这个就做的是半落地窗吧。如果把它做成全落地窗的话，效果就非常好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有一个卫生间。这里的卫生间跟2楼和3楼的都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是后来添加的，以前本来就没有打算这上面就是做成房间嘛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厨房，这里也比较乱，以前我们挂了一些腊肉在上面，所以看着的话会比较乱。然后这上面的厨房我觉得还是比下面的厨房设计的要合理一些，因为这个是后来我和李俊自己设计的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也是一些客人来了就住在这里。还有这里看出去风景好好呀。叉叉当初也是在这里住了1个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，每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看见这么美的风景。好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另外一个房间。这里这个房间就没有床。因为也很少有人来我们这里嘛，就没有买床在这里。啊，这里也是可以。这个窗户的话是比那些窗户要大一点，这个就是全包围的落地窗。然后这个衣柜是放一些被子，可能你们看着的话是比较乱，不要介意就好。你看，老妈在这里晒了一些豆子，一人在上面采。对对对。来看一下我们的外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地方。站得高，看得远。看，我们的城市就在那边。我们这个房子相当于一个城中村。就相当于离城市很近，但是呢，它就是在城市边上，是不是风景非常的美丽？你们觉得我们设计的这个房间合不合理？而且又多添加了这一层，怎么样？
这个房子的整体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的10万贷款就由我和李俊来负责。老妈的话，前面也给我们做了很多铺垫，她也很辛苦。